其实很早之前我就说过，我最喜欢的相机类型就是 GoPro 这种形态和大小的相机，因为它体积坚固，基本上可以解放你所有创作时候的束缚。逻辑上你不需要加装一个稳定器，各种大东西，不用调什么参数，你只是拍，就这么纯粹。但是最近这2代的 GoPro 我都没有给出很高的评价。Hero 9它换了传感器，加了一块屏幕，但是处理器不行，这整个体验就是阴间到爆炸。那 Hero 10它升级了芯片，优化了体验。但这能有什么惊喜呢？这是 Hero 9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GoPro 硬生生的把它做成了2代产品，然后就到了今年的 Hero 11，还有这个11 mini， 成功了！这个新的机型，在用了几个月之后，我会说 GoPro 今年稍微支棱起来了这么一点了，至少没有特别大的硬伤，更大的传感器被加上了，10比特，还有一些使用上的优化，这你都能够感知到。那到最后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这台价值3000元，比大疆 Action 3贵上了700块钱的运动相机。它值得吗？这次 GoPro 11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更新是它新增了一个画幅比例8比7，这并不是靠裁切来实现的，而是今年它就是这个比例，它传感器就是这样的，几乎是一个方形的。这个模式之下的画面相比于4比3，上下都会多出一部分的内容，所以无论你是后期竖视频还是横视频，都能比较轻松的进行重复的构图。那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聪明，这意味着你不需要把相机蹩脚的竖起来才能够做竖屏的内容，就算是横着也可以。那所以你多了一个选择。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竖屏，这个多平台多比例投放需求在当今确实就是很高，能有这个功能我还挺喜欢的。Hero 11这次还有一个新的功能是这个 Hyper View 模式，这 GoPro 起名是有点东西，以前已经有这个 Super View 超级视野模式，大概等于16毫米全画幅相机的超广角视角。那现在这个 Hyper View 究极视野模式直接给你干到了等效12毫米，这很夸张对吧？但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我发现我那些喜欢板类运动的朋友都很喜欢，能够把你的身体给拍进去，而且12毫米的夸张透视也能给你带来一些非常炫的画面。但是我不建议你用这个模式去给你的女朋友拍 vlog， 真的很阴间，因为只要你的女朋友走到画面边缘，她就会被 GoPro 11的透视加上畸变，变成这个样子，非常不利于家庭的和谐。那画面上面 Hero 11这次加上了10比特的色深，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你可以看一下，画面上相比 Hero 10的8比特，调色的时候差异还是挺明显的，你可以更加自如的对画面进行局部的调整，也会更加漂亮一点。那传感器就像之前说的 ，Hero 11确实变了，还变大了这么一点，2.3/1现在变成了1.9/1的传感器啊，暗光还有整体画质也都有了这么一些改善，但是它仍然是一台运动相机，你要是在晚上用它，它的噪点还是像这样的，一样的感人，所以它依旧是一台阳光机，这个身份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一点你得接受它。那其实 Hero 10的画质我觉得已经挺不错了，在运动相机里面。那现在 Hero 11在硬实力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对手。那我知道肯定有朋友这时候会说，对吧？这个隔壁 Action 3的传感器已经有1.7/1那么大了，这个 GoPro 不还是小吗？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块传感器的比例是8比7，所以整体的面积其实并不会比 Action 3的要小。而且由于 Hero 11的有效像素有2700万，相比 Action 3的1200万，在像素密度上的优势，能够让你看到 GoPro 在解析力方面会有一些差异，你可以看一下。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不吹不黑，在标准模式下 Hero 11会比 Action 3要优秀一点，无论是锐度还是动态范围，差异在这里都还挺明显的，也会好上一点。所以画质上我觉得 GoPro 11没得说，就是当前运动相机品类的标杆。防抖方面 ，GoPro 11这次升级成了 Hyper Smooth 超强防抖 5.0， 一个防抖能升这么多代，我是没想到的。主要的更新就是它现在支持了地平线防抖以及 Auto Boost 的这个自动调节。地平线防抖就是哪怕你把机身翻转360度，它的画面始终能够保持水平。那这一点还是挺好的，你可以玩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画面。那像之前 GoPro 你要达到这个效果，你必须要加700多块钱买一个这个 Max 镜头才能够实现。那现在这个韭菜就不用被割了，不用买它，你也可以做到。那 Auto Boost 这个自动防抖，它顾名思义就是
自动防抖 ，GoPro 会根据你的运动强度自动选择防抖的方式。如果你走路变成跑步，那画面就会自动加大增稳的力度，那相应的它的裁切也会变大一些。但是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挺方便的。那反而最重要的一点改进 ，GoPro 这次基本没有提它，就是暗光防抖。之前 Hero 10在夜间或者室内打开防抖的时候，画面会变成这样，非常的鬼畜，因为运动模糊干扰了防抖的算法，就超级阴间。但这次 Hero 11你会发现，这种抽搐它仍然有，但是它改善了非常多。只要你不是快速的震动，在夜间你现在也确实可以开着防抖来使用它了。那另外一个我很重视的地方就是运动相机的收音。那 GoPro 11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发现它有太大的升级，但是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和 Action 3放在一起，你可以听一下，感受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哪一个听起来更好一点。在说完了 Hero 11的升级还有优秀的地方之后，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它的缺陷。那 GoPro 11用的仍然是 Hero 10上的 GP2 芯片，所以拍摄规格上也和 Hero 10是一致的，最高是 5.3K 60帧的录制，升格方面也是 4K 120帧。那参数上我觉得没什么可以抱怨的，毕竟它是行业最强，比 Action 3也要高上不少。只不过我不理解为什么 GoPro 性能已经这么强了，但是自动白平衡一直做不好。一旦有人造的光源出现，你就会发现 GoPro 开始瞎调白平衡，经常会出现色偏，而且后期调整也会变得非常的麻烦。续航和发热也是之前 GoPro 的老毛病了。那我先给你一个结论 ，Hero 11这次确实改善了，但是仍然没有超过 Action 3。这次官方给 GoPro 配上了白色的 Enduro 长续航电池，在 4K 60帧的模式之下录制 ，GoPro 11能够录制69分钟，而且是因为电池没有电而停止录制的。那相比 Hero 10 20多分钟就过热相比，这提升确实很大，对吧？已经好了很多了。那作为参照，隔壁的 Action 3的录制成绩是79分钟。那肯定有朋友会说，对吧？这不也差不多都能用？那我们也做了更极限的测试，你可以看一下。到了 4K 120帧录制规格之下 ，Hero 11录制20分钟左右，就因为过热而停止录制；而 Action 3的成绩是69分钟，因为电池没电而停止录制的。所以确实，要论极限录制规格的话，那 Action 3的散热现在还是独一档的。另外一个我们在测试过程中感知到的明显痛点就是充电。Action 3 20分钟可以用 PD 快充充到 80%。而 Hero 11的 Type-C 接口并不支持 PD 快充，所以你充满它需要1个半小时，所以你只能老老实实换电池。充电体验上面 ，GoPro 现在就是在一个过时的状态。那前置屏幕这次也没有任何惊喜 ，GoPro 11的这两块屏幕和 Hero 10是一样的，没有升级，前屏依旧不支持触控。在用惯了 Action 3的前屏触控之后再回来 ，GoPro 这个来回翻转调参的体验实在是说不上优雅。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已经没有屏幕，或者说只有一块巨小无比屏幕的11 mini， 到底优不优雅？这次和 Hero 11一起发布的还有这个便宜500块钱左右的11 mini。那你要说它 mini 吧，其实它也不太 mini， 因为重量上它只是轻了20克，整个的块头也比它的前身这个狗骰子，这是我叫它的方法，这个 Session 5要大了快1倍，并且虽然硬件和 GoPro 11是一样的，没有阉割，但是实际体验上可以说是天壤之别。11 mini 这次采用的是和 Session 5一样的一块还没有指甲盖大的屏幕，没有监看屏，你想要监看或者仔细的调参数，你必须要连接手机软件。而且11 mini 现在没有拍照功能，你只能够截取竞争。就这还不算 ，mini 它的电池它是内置的。没错，如果电用完了就是两个情况，要不是你超级尴尬的在现场把这个盖子翻起来充电，要不就是再换一台 mini 一次性的来使用它。就本来我对它期待是高于 GoPro Hero 11的，我还找朋友在国内发售之前从国外代购了3台进来，贵了很多。但是用下来之后，我想说，这真的是人用的吗？不好用，这就是我的答案。别买11 mini 的理念，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还挺吸引人的，就是无感拍摄，而且它背面多出来的这个接口，对于很多骑行爱好者来说也是挺友好的。它角度适中，并且轴心居中，也不用担心因为骑行的颠簸导致镜头角度产生变化。mini 本身又非常耐造，也很漂亮，哪怕你在非穿越机或者运动的场景之下，就算它不小心摔下来，你也不会心疼，因为它基本不可能会坏掉。配件
配件我是一直服 GoPro 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创新在它的配件里面出现。GoPro 因为本身的接口结构简单，价格也相对便宜，所以有很多第三方的选择。那官方的配件是真的贵，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比较吸引人的，比如这个 Volta 手柄能够增加4倍左右的续航，也能作为三脚架，并且还可以遥控相机，但是要1000块钱左右。但是使用起来吧，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好用的。我就希望有个第三方也能做一个类似的，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但可惜我今年最讨厌的配件 GoPro 它没有更新，就是这个媒体模块，这东西是真的垃圾，我觉得有发言权。你看我自己买过4个，坏了3个，好的那个也和坏的差不多。这个麦克风是垃圾到爆炸，就这还卖我500块钱，本来可以明明抢的，但却硬要给我一个壳子，这真的良心对吧？其实我觉得除了官方的配件，如果你有 GoPro 的话，你可以去这些网站上面搜一下 GoPro， 国内外有很多大佬都设计了一些很带劲的 3D 打印配件。那比如这个 GoPro 专用的这个狗坦尼康，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们团队也尝试打印了一个试一下，那虽然实用意义不大，但是也可以图一乐，也可以学习使用这个狗坦尼康。而且 3D 打印你也可以找人代打，也不算贵，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个生态，也可以拓展 GoPro 的使用场景。那讲到这里，我们也基本讲完了 GoPro 11系列。今年的11 mini 我不推荐，但是 Hero 11其实用下来挺不错的。大疆 Action 3在我看来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只是之前他们的品控虚焦风波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他们这一代产品的口碑。那如果这个问题已经被修复了，那 Action 3就是我综合更推荐的运动相机，性价比更高。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极致画面，那 Hero 11就是你的选择。那最后的最后，我想再简单的提一下样机的这个问题。很多朋友也知道，今年 GoPro 没有给我们寄来媒体测试机，我也了解了背后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去年的 Hero 10的评测给他们的公关还有销售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所以今年就没有了。那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企业的这种对应行为，但是其实我想说，就无论你给不给媒体，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消费者又不是傻子，最终还是会给你爆出来的，这是早晚的事情，对吧？我会期望厂商他更多的意识到，自媒体只不过是一个用户感知的综合出口，会更早一点冒出来，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传播、发布、背书还有销售的渠道。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当然，这一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来维护才能实现，不只是我们自己一个频道，而是整一个行业的事情。说真的，我觉得评测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来做，因为抽丝剥茧的发现一个产品的优点和缺点，对它提出期望，明年这个产品能变得更好，这不是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各位，我们一起能给反馈，我相信有很多工程师会来看我们的评论区，应该也会对行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一起来维护这一点。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也可以去我们的官网下载一些样片和素材，如果你想调试一下的话，这也能够做一个参照，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